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依林。首先欢迎今天到场嘉宾，第一位是前立委蔡正元蔡委员，各位好，大家好，以及国际情势专家赖岳清赖教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陆军退役少将厉正杰厉将军。一定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带大家来讨论的是中日紧张关系不但没有趋缓，而且逐渐在升温。我们要来看到的是日本的产经新闻就报道了，说日本防卫省在研议，假如中国真的侵台的话，那自卫队跟美军首先他们的目标就是要集成福建舰，让登陆的舰艇兵力可以减少。但是同一时间，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央视也公布了福建舰有最新的进展哦，是他们正在展开这个海上的实兵训练，而且不是单打独斗，它旁边有055大区延安舰、054A 通辽舰、歼35、歼15T、歼15DT， 还有空警600。好，所以整个看起来呢，护卫队是非常非常的完整。那显示出，其实现在中国海军它的整体的作战能力是越来越成熟。我们要请教蔡委员您来看，因为现在呢，日本口头上说他要集成这个福建舰，但是以他们的实力来说，真的办得到吗？还是说在这些王牌搭子的护卫之下，被攻击的话，会不会日本是先被反击的？我觉得日本人可能要面壁吹牛个3年再来吧。为什么？你要打航空母舰，在睡觉的时候绝对做得到，但是如果你白天的话，就没办法做白日梦。我们要检讨一下日本有没有反舰导弹。没有反舰导弹，你打什么航空母舰？好，那检讨它有没有？它还真的有哎。可是问题，它的反舰导弹，我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哈。它的12式地对舰，就地对舰打，那只能打200公里。福建舰没事干，跑到你200公里的岸边干嘛？这就说不通。所以，日本的岸置机动反舰导弹只能打海警船。再来哈，它增程式的可以到1000公里。那对不起，可是亚音速的，就是不到超音速，那也没什么用。为什么？穿透力不够，而且航空母舰会距离你1000公里吗？也不会，起码距离你1500公里啊，因为太近了哦，你飞机起飞2、3就到了嘛。那再来海上有没有反舰导弹？有，它90式的200公里，17式的这个300公里多一点，然后。说12舰载式的未来会到500公里，那我不晓得你这个舰队要靠多近？这就早就被福建舰给打沉了啊！再来，它有空射的反舰导弹，完了更经典，它有 ASM 1号，它自己做的70公里 ，ASM 2 170公里 ，ASM 3它叫做高速反舰导弹，据说可以到3马赫，但是那还不是高超音速，3马赫。可以到200公里，这种射程怎么打福建舰？所以我说，日本先生白天不要吃太多安眠药，会打瞌睡啊。所以这个叫吹牛皮。那你说可不可以用美国买的战斧导弹可以打1600公里？问题战斧导弹是次音速的，而且是在战斧导弹主要是公路用的啊，要做反舰那还早了哈。所以他说，日本正在积极开发可以打那种1000公里的，跟中国一样高超音速的滑翔体，用 HGV 来打，那就是弹道型的啊。很抱歉还没看到啊，等他看到了再说。大家较量嘛。可是你日本可能会面对东风，东风打不几型啊，一打东京就不见了，大阪也不见了，广岛也不见了，长崎也不见了。这个你日本自己想一想啊，自己想，这是比较实际的问题。好，确实，在目前呢，蔡委员的分析看来是有难度的啦。但是日本他敢说这个话，也不是说他没有底气，因为最近在日本在做什么呢？首先是因为它的飞弹产业，其实这几年来进展是非常的大的。共同社就报道了说，日本呢，它呢已经将这第一批由五角大厦授权他们代工的爱国者飞弹出口到美国。那其实这是2战之后首次出口这种杀伤性的武器。那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现在也在考虑他要修订这个安保3文件、非核3原则，甚至说可能允许美国在日部署核武。好，换句话说，日本呢现在呢不但是要出口这个杀伤性的武器，而且要引进核武。那赖教授你来看，也就是说他们这个组合拳真的已经架好了，所以是有这个底气可以跟中国来对抗吗？
我同意这个蔡委员的说话，这个也是大话了啊，因为连美国这个川普他自己说他要打造一个金穹啊，这个因为以色列有铁穹嘛，那美国有金穹，金穹都没有办法拦截俄罗斯的导弹，那他更不可能拦截中国大陆的导弹，因为大家都知道在导弹这个部分，大陆的发展比俄罗斯、比美国还要强。尤其是中程的弹道导弹，超高音速，目前来说，在全世界居于最高领先地位的就中国大陆。那你想，这个金穹就是要从外太空开始进行这个第一套的防御圈，再从高空第二套，然后再从大气层第三套，一直到进来的时候才是爱国者导弹，已经是净空的防御了。那日本的防空导弹是经过美国授权的。所以也就低空的防空导弹，啊，所以这个它的杀伤力并不大的啊，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大。就像台湾也有爱国者2、爱国者3啊，可是大家都心知肚明，它本身的防御能力是有限的，啊，因为它拦截不了超高音速的导弹。为什么？因为它最高的马赫就是4.5马赫，那你怎么4.5马赫？你怎么可以追10马赫的导弹呢？也就是说，你慢车速你怎么能够追得上快车速呢？而且更何况是中国大陆的导弹，它有经过2到3次的变换，我们叫做变轨飞行，就是变换飞行姿态，你的演算基本上是来不及的。也就是说，当它产生第一次的变轨的时候，你的电脑要去重新捕捉它，重新计算，那你基本上你的防御的时间就一直压缩了。到最后，它在穿破大气层要开始进入攻击的姿态的时候，它还可以再变轨，因为它是水漂式的，它不断的在变轨的过程中，你的计算根本来不及，等到你发现的时候，你已经被击中了。所以我想这个是大话了，大家都知道，讲这个说所谓的我已经有能力因为美国授权给我制造这个爱国者3，那也就是引进美国的技术，那我已经有这个能力没有？基本上来讲，我们觉得这个是净空的防御，它效果不大。就这样，很多人在嘲笑台湾，就说你买一堆爱国者，你基本上来讲拦不住解放军的这个导弹的啊。这个是大家所公认的事实。更何况就是导弹并不是只有1、2枚，无人机，还有各种火箭弹，还有各种那个水面或者是水下，或者是空中，或者是地面发射的各种导弹。对日本来讲，它没办法拦截的。你看看这次大陆为什么在黄海进行实弹演练？在大陆在黄海进行的实弹演练，你用我们讲弹道导弹好了，就是抛物性原理，你把它一拉的话，它的作战半径就在日本的全岛了。所以为什么黄海的实弹射击那么重要？而且那是一种警告式，也就是说，你本身把它，因为我射高射很高。那我把这个弹道导弹一拉平的时候，你涵盖在日本的全岛的情形下，日本本身是拦不住的，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就是讲到无核三原则的问题。大陆的核武使用是对于没有核武国，它是不会使用的。但是你一旦有了核武，那你就是构成中国大陆用核武攻击你的这个对象了。那我们再来看，核武基本上来讲，你要注意一个是弹头的部分。战略跟战术的弹头，另外一部分就是载具，载具就是我把你送多远、送多快、送多准。那核弹本身的准确度并没有那么要求，但是它的速度要快，要投得够远，然后它的弹头的造成的杀伤性的威力要够大。好，那最后一个就是你的承受力。我们一般来讲，我在法国巴黎大学读国防战略研究所博士班的时候，我们的一个老师他是核武专家，他就谈到了就是核战哪一些国家打得起，哪一些国家打不起。那很明显的，日本是打不起任何核战的。为什么？第一个，国土面积狭小；第二个，人口多；第三个，整个东京经济板块太密集了，所以它本身承受不了任何核弹的攻击。那因此，日本发展这个核武的问题，非但不能够威慑到中国大陆，本身还会遭到俄罗斯、朝鲜跟大陆本身的双方都是核武国的攻击。蠢成这个样子，这是人类间的奇葩。
好，从赖教授跟蔡委员的点评听起来呢，日本想要反击，甚至说把这个福建舰击沉呢，都是有一定的难度，甚至认为是说在说大话。好，不管日本有没有这个底气，但是我们现在拉到日本的内部来看，因为现在包含冲绳都出现了名义上的裂痕跟分歧了。因为冲绳本岛其实呢，因为在这个二战的伤痛到现在呢，其实他们的反战情绪是非常强的。从图卡当中您看到，这个不再有冲绳战役会的会长他就说了，说呢，其实如果台湾有事，美军又从冲绳出兵的话，那他认为说冲绳就一定会被拉入这个战争，那当地的人民是被牺牲的状态。但是呢，石垣岛就不一样的态度了哦。石垣岛的市长他说可以理解高市早苗的说法，所以他认为如果中国封锁台湾，那石垣呢本身就会是第一线城市，所以他认为说这个准备是要先做好的。好，李将军请教你，也就是说现在冲绳本岛不想打，但石垣可以当这个前线。那如果中国真的封锁台湾的话，包括了石垣在内的城市，也就是说会陷入危机。中日两国如果真的在这个宫古海峡爆发冲突，您觉得谁占上风？你问的有2个地方，一个是石垣岛，一个是宫古海峡哈，我分别就是这2个地方来说明。第一个来讲的话，就石垣岛哈，它是毫无抵抗的能力，因为这个解放军在前天已经证明了哈。那石垣岛这个从石垣岛跟台湾中间来讲的话，解放军用了一架无人的这种飞机和无人机从这边台湾跟石垣岛中间穿过哈。这个我研判可能是经常来台湾的那个无人机了。它的如果说是这架无人机的话，它的这种在空滞空的时间有到15个小时。那当时这个日本自卫队它的这个战机曾经有起飞哈来做这个监视的这种动作。但你要知道，无人机对抗有人机来讲的话，除非说真的开战，不然的话绝对是有人机吃亏的。因为你有人机在空中来讲，你飞行员不管是油料或者是人员的体能来讲，你最多就是2-3个钟头。那他可以在这边无限给你绕15个小时，那你怎么去应付它？可能这个几波下来讲的话，这个人疲马困，你又不敢将它击落，所以这是石垣岛的一个状况。当然，如果说真的暂时来讲的话，以解放军现在的无人机能力来讲的话，应该很快可以解决掉石垣岛哈。那至于说宫古海峡的话，我觉得如果说在宫古海峡发生开战的话，那日本是100%占领有利的地位。那为什么？因为宫古海峡，我们大家看一下啊，整个所谓的第一岛链，大陆这个海军它要出第一岛链，大概不外从2个地方，北边就是宫古海峡，南边就是巴士海峡。那宫古海峡最宽的地方约300公里哈。我们如果说按照蔡委员刚刚所跟我们讲的这种它的对舰导弹的射程，假设说有200公里的话，它分别在宫古海峡的2端部署这种对舰导弹来讲，它就很容易可以封锁整个宫古海峡。你要通过它的话，那你可能就没有那么容易。如果再加上布上水雷来讲的话，可能解放军要通过这个地方难度就会增加很大。也就是因为如此哈，所以我认为解放军他如果说要出第一岛链的话哈，大概除了宫古海峡就是下面的巴士海峡。所以我认为他有3种方法会出宫古海峡。第一种方法就是先下手为强，这个开战之前就先将宫古海峡周边的这种海空的导弹阵地将它摧毁掉，它才可以确保它舰队可以这个进出所谓的第一岛链。第2个方法，它就是我们现在经常在讨论的，也有可能会实现，就是它让琉球建国，琉球重新复国，然后让琉球跟中国来讲，双方来讲建立一个很好的友谊关系，这样的话保持中立，那中国的海军舰队自然就可以出宫古海峡。第3个方法就是占有台湾，这个我们前一阵子大家有讨论过，福建舰最好的母港在哪里？如果说地缘来讲的话，不就是台湾吗？如果台湾来讲的话，就北边来讲的话，它就不会被琉球群岛所钳制住，南边来讲也不会被菲律宾所钳制住。它如果从台湾出去来讲的话，就是广阔的太平洋。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地缘战略这么重要，为什么高市早苗会讲这种话。他认为说是他有把握在宫古海峡这边堵住中国的舰队，所以他才敢这么嚣张讲这句话。那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大陆来讲的话，一直要统一台湾，除了说是民族历史的因素之外，还有一个就我国家如果说要发展海权要强大，那最好的进出太平洋的路就是台湾哈，这也是地缘战略对整个国家发展最大的影响在这边。所以我认为，但是随着武器的进步哈，未来是不是如此，可能会有所改变。比如说
这个有无人机的时代来临来讲的话，哈，那是不是会改变现有武器的这种射程，或者是它作战的效能，可能会有所改变？但是在目前状况看起来的话，如果在宫古海峡发生海战来讲的话，以地理上面来看的话，是日本占优势。是更多精彩内容，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内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这期的焦点，我们要带大家来探讨最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对于中国大陆的态度很强硬，但是现在私底下高市早苗是吃了后悔药了吗？怎么来说呢？因为日本的朝日新闻报道说，其实在高市在发言之后，他曾经就跟身边的人说他是不小心说过头了。那现在呢，他身边的亲信也懊悔说，是因为这个官邸的资源不足啦，所以没有考虑得很周全，没有想到会有这个反弹。另外一位亲信他的说法则是说，其实高市个人的能力是非常强，但是团队不够稳固，未来他们要解决。好，那说回来，他的这个不小心说过头的这个说法，赖教授您来看，他是想要透过这种方式，其实在跟北京递出橄榄枝吗？他是在一种障眼法了又在另外一种欺骗。因为我们都知道，日本的军国主义者、右翼分子他们最擅长的就是骗这个字他们几乎都在用骗的。安倍晋三他自己都说了嘛，就是说有些事只能做不要说嘛，这个和平宪法不能改，没关系嘛，我们就从这个你看不见的地方里面来改，那也就是偷偷的，就是说安保美日的安保就修改。2015年的时候把美日安保修了以后，那就是变成有经济危机事态的这个法律就把它写到里面。自卫队本来应该是专属防卫日本的本土，就说哎呀，我们修改了安保条约，所以我们要去保护美国的军舰，所以呢，日本就要参战，就是采用这种方式，就一个一个就改了嘛，就把自卫队变成一个所谓的国防军的这样一个概念，这个就是安倍晋三所用的方法。那也就是说，他在他任内的时候就不说日本有事就台湾有事，可他卸任以后，他就说日本有事就是台湾有事。这个就是只做不说。好，那你想我为什么会说这个高市早苗的幕僚故意把这个新闻去喂朝日新闻？这个就是一个障眼法，用骗的。他选择的不是右翼的新闻，他选择的是左翼的自由派的媒体，因为朝日新闻是日本的第2大媒体，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它是在艺文界里面是最受欢迎的媒体。第三个就是他长期以来，他就是左翼的、左派的，而且比较偏自由主义，所以他反对修改日本宪法，反对军国主义，然后他反对慰安妇，他所有的那些日本军国主义时代的东西，他都反对。好，那所以这样的一个左翼的媒体，透过他来说高市早苗说过头了，不小心说过头。这个不小心说过头有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个含义就是说，这不是我的本意了，例如说我跟谁吵架，然后我气急了，我就讲了一个非我本意的话，那这个就是我不小心我说了不应该说的话，这个好像就是这不是我的本意，你可以这样解释嘛，你也可以这样解释。可是如果这不是你的本意，你就收回嘛？那为什么不收回？对，为什么他不收回？为什么官方长官说我不收回？为什么外相说我不收回？为什么他派出去的金井正章也不收回？这代表这是他的本意。好，所以第二个层次，也就是说有些事只能做不能说嘛。那我不小心说过头，就是说我不小心把我的底牌说出来了，是吗？说谎，公然说谎。为什么？因为同一篇的媒体，同一个采访里面，因为它是不具名的官员采访，而且是联合采访。所以不是只有一个匿名者，他是有2个以上的匿名者。另外一个匿名者他是这么说的：11月7号的凌晨3点，高市进入官邸的书房，开始在阅读各部会送过来的这些他要接受答询的答询稿，也就是各部会送来了，他的幕僚帮他整理好了答询稿送到他桌上，他开始在看了。他把他的所有的重点要讲的画红线，
要讲的话改了，就都改好了，都弄好了。那已经工作了好几个月，所以他把重点，他是新闻人呢，您是新闻人呢。新闻人一旦把重点写上去，把话点放上去，就是那是梗。我就是特别要透过国会答询，把这个讯号传出去的头版头，绝对会成为日本热点新闻。谁不晓得？他是媒体人出身的，他专业训练过的，他当然知道哪些东西一定会是头版头，他就是要头版头。所以头版头以后发现，哇，这个祸闯大了啊！所有人都在告诉他说，安倍晋三只敢做不敢说，美国不敢说。日本的历届首相都不敢说，你敢说，你勇。他本来就是要告诉大家，我最勇。为什么？因为有川普挺我。川普在公开的场合说，我高市讲了，只要有求，他必应这4个字，有求必应，100%满足你。这个就是当时川普说的是场面话，场面话你这个高市你看不懂吗？你还给我下不了台。场面话就是说不兑现的，但是高市早苗想利用川普的场面话变成他的后盾，来给极右翼的施加压力，说我有美国做后盾，我是右翼的老大，不是你麻生太郎。这是对于党内的派系。另外对外面来说的话，就是我高市早苗，我声望振聋，我敢做你们都不敢做的事，这是一种极端的挑衅。现在祸闯大了，开始想收了，是。找那个幕僚不匿名的在那边传话，骗谁啊？军国主义者就是一个字，骗。好，赖教授说这个高市早苗祸真的闯大了，因为现在呢，中国这边北京的反制手段其实最有力的，我们要说到的就是车用晶片跟稀土。那中国呢，您从图卡上看到，在中重稀土几乎是掌握了全球供应。这些稀土呢，说回来跟这个高科技的磁材、半导体、军工还有新能源，其实都是非常的关键的。那举例来说，日本虽然说很努力自救，但是到2024年底，他们从中国进口的稀土比重，反而是从您看到2018年的50%上升到63%。尤其像是一些重稀土，像是铵、锑、氪这些呢，都是电动车马达驱动系统不可或缺的材料。那大家在说一旦断供的话，其实呢，日本它整个高科技产业可能都会受到影响。好，委员您来看，如果真的中国真的动手了，就是对这2个车用晶片跟稀土全面的打击的话，那日本他们的产业甚至说整个供应链会受到多大冲击？简单的评估哈，日本的汽车产业看品牌。有的品牌啦，必须减产10%，有的品牌要减产30%，啊，如果减产这样的话，他们的股票价格会跌多少啊？大家盘算啊。第二个，车用晶片的方面，当然不只是汽车在使用，因为可能很多人不晓得，车用晶片很多在军事工业上用的也不少啊。你别看那个炮兵移动很缓慢，那也要车用晶片对哈。所以如果这些缺料的话它的计划中的武器生产量可能要停掉20%然后它的这个电动车跟那个所谓混合动力车，有电动有柴油车减产1半，那除此之外需要稀土磁铁的只有汽车，不是工具机啊，还有光学仪器所用的稀土玻璃，不只是稀土马达，稀土玻璃，还有日本最擅长的精密仪器，还有半导体制造设备，全挂，因为它用量比较大那其他的涉及到电动动力用的储能电池，各式各样的电池那供应量会全部乱到一团。那有人说，那长期有没有办法解决呢？有的，成本2倍对，那因为它要靠回收吧，短期内靠回收来使用所以如果中国大陆技术这个东西的话，那我们只能祝福日本赞美日本是太厉害了，能够承受住这么大的打击，而且整个日本产业在为高市早苗的政策付出一个莫名其妙的代价。那到时候就看看日本的民意会不会反转来这个
批判高市早苗。现在日本的民意还是在热冲冲的，觉得你看我敢跟中国大陆叫板呐，我敢踩在中国大陆的老虎尾巴上啊，我敢挑战中国大陆所谓核心中的核心利益嘛。现在讲都是很开心，那等到事到临头，那就可不一定了哈，因为很多东西没有替代。为什么？这个电池用的石墨负极材料，100%中国供应。正极材料60%中国供应，他哪里去拿这么多的量啊？这是个现实问题啊！哦，那除了刚才我讲的锂电池这些，因为负极材料、正极材料主要讲的是所谓磷酸锂铁嘛，正极材料主要讲的是石墨嘛。那你这两个在全世界你找不到那么大的量的供应了，有点像说美国我产大豆可以卖给别人，可是最大的量在中国，那就一样，它供应就在中国，你其他地方拿不到，越南可以拿一点啊，澳洲可以拿一点，东侧西侧。那像车用晶片，连那个最不起眼的安氏半导体的晶片，那个实在是最便宜的，中国不封装不出口给你，通通就挂了。不过当然了，因为日本它也靠台湾供应一部分啊，台湾比如说力积电有供应它这些晶片哈，那基本上这个安氏半导体影响是欧洲比较多，影响日本比较少。可是不只有安氏半导体的晶片了哦，所以日本最好长个眼睛。好，高市早苗现在对于这个中国叫板，他在国内民意是非常旺的，但其实，在政坛现在已经有一点不同的声音了，蛮两极的。我们来看到，像是立宪民主党前首相野田佳彦，他说首相有点说的太超过了，日中关系可能陷入危险。那自民党的前首相石破茂，他说如果把这个所有情况说出来，可能会削弱原本的贺阻力。其实这个部分赖教授刚刚也帮我们提到了。好，我们要请教厉将军你怎么看？因为现在连同党的前首相也有不同的声音。那高市早苗会不会遇到日本内部的反扑？但是刚刚蔡委员提到，他现在在日本的民调是非常高的。虽然说中国对日本不管在旅游啊，或者是这个电影啊，甚至于今天传出来水产，甚至于牛肉哦，都采取经济的这种制裁的相关的手段。但是我觉得短时间之内哦，日本的民众不会感觉到痛。所以说日本会继续支持高市早苗哈，所以也就是为什么他现在的支持度哈会高达69%那么高。我觉得日本你要了解这个民族哈，这个倭寇民族，它就是生长在一个岛上面。你看日本这个岛有2个它很大的一个罩门，第一个就是它没有纵深。我们从上次福岛这个核电能事变就看出来，这个国家只要发生一点核能或者一点重大的这种你不要说战争了哈，光核能电厂它就发生事变，对它国家就造成很大一个冲击。第二个，它所有的资源都要来自于从海上运进来，所以它很担心它的海上运母线被切断哈。那它也需要向大陆来发展，所以它每一次对外侵略的时候，对外主动攻击的时候，它都用同样一句话，叫做日本存亡这个危机事态哈。那你看9·18事变，他就想要到这个大陆来向大陆来做发展。那之前来讲的话，他也是用这句话去用这个当作理由去攻击这个珍珠港，造成珍珠港事变。为什么呢？因为他讲的就是说，你美军会不会主动来切断我的海上运补线？所以我要先攻击你。当然这次来讲，台湾也是面临同样的理由。大家不要以为说高市早苗讲的话是在帮助我们台湾，不是，他是怕说是台湾一旦被中国控制住以后，它的海上运补线由南往北的运补线会被切断，所以他才说日本存亡事态哈。所以他是依据这个，不是说是为了帮助台湾怎么样，不是。但我们台湾人自己不必往自己脸上贴金了哈。但这也凸显出我们台湾在地缘战略上的重要性。那像这种岛国，很明显的，它是属于一种就是说这个非常不安全感，那对周边国家敌意也非常的重。这也就是为什么高市早苗到现在为止，一般老百姓还会在支持他哈，因为岛国心态就是这样嘛，他都会主动去攻击人，你不去招惹他就会先来弄你，因为他还有一个很严重的这种不安全感的心态。我觉得高市早苗未来来讲，可能有3条路可以走哈。这第一条路就是他把话吞回去，中国叫他把话吞回去、收回去，但是目前看起来哈，他大概高市早苗在民意这么高强度的支持之下，我认为这条路可能不太容易，也他大概做不到。第
第二条路就是这个都不讲话，保持沉默政策哦，然后等到事情翻页过去，过了时间以后，看事情会不会自动翻页过去。我觉得这也不太容易，因为这个中国大陆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绝对不会就此罢手，也不会让他就此翻页过去，一定要强硬的要他表态，双方来讲也没有退路。所以高市早苗剩下第三条路，就第三条路继续诱到底，继续硬到底。所以为什么会传出来说是他可能在12月的某一天突然又去靖国神社，甚至于他有没有可能就是一不做二不休，就直接所谓的无核三原则就直接引进核子的武器哈，这有可能，也有可能他恢复他的这种军国主义的这种就正规的军队哈，把它已经这所谓的自卫队改成正规军队，我觉得可能性是很大的，这个东西大家不要轻忽了。但是你如果说继续这样做的话，我觉得中国大陆来讲的话，一定会誓不甘休。所以这是中日两国这个冲突来讲的话，可能后面来讲，我自己研判会越演越烈，因为双方目前都没有台阶可以下。好，谢谢3位专家精彩点评，我们稍后休息一下。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这节焦点，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荷兰跟中国大陆之间的暗示半导体的争夺之乱。我们要来看到，因为在荷兰9月的时候突然宣布说以国安为由要接管安氏半导体，那其实在北京方面是立刻做出反制了，直接就禁止了安氏晶片的出口，结果是让欧洲的汽车产业差一点要这个产线停工。那我们看到呢，最新的进展就是现在呢，荷兰的经济大臣他宣布暂停接管命令了。为什么呢？因为是过去2天，11月18、19号，荷中双方进行了一场会谈，那据说是有建设性的，所以中国方面释出善意了，甚至也恢复这个民用晶片的出口，让欧洲的供应链可以稍微喘一口气。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是，北京话说得非常直接，他说荷兰才是导致全球供应链混乱的责任方，说这个现在只是第一步，因为真正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你要撤回这个行政命令嘛。也就是说，现在双方的对立看起来好像稍微缓和一点，但是本质上的问题呢，现在供应链的紧张也没有完全消失。中国文泰他最新的回应说，对安氏的控制权还是在受限的状态。所以想请教蔡委员，您看，中国一出手就是出口管制嘛，让欧洲的车厂也吓到了。你怎么看他们这个反制力道？中国大陆的反制是因为中国大陆控制着安氏半导体生产的下游阶段，就是封装跟测试，晶片的制造厂还是在荷兰。虽然这个文泰科技有帮安氏中国在上海跟江苏说要盖了一个新的晶圆厂。那个晶圆厂要明年才会生产，所以工程师调回来了，但是现在还没有办法供货。那如果晶片在中国生产，然后这个封装测试在中国这个做，然后出口到欧洲这几个，就是完全中国控制。现在等于是一个人控制一半。对于这个目前呢，荷兰的政策是说我撤回这个所谓的行政命令，可是北京是要你撤销行政命令，但是我是暂停，暂停。那这个是有差距，等于是暂时一个妥协的状态。我相信这个荷兰政府虽然是暂停，它不会再实施了。你再实施回到原状的话，那你不被欧洲一讲不来踩死。因为荷兰主要是靠德国吃饭的，所以这个国家也不长眼睛。但是你说文泰还没有完全控制是事实，因为什么？他的 CEO 还没上任。然后原先叛变的那几个外籍高管还没有铲除，因为一定会铲除汉奸的嘛，铲除汪精卫嘛，所以这个还没铲除嘛，那这个还没铲除，所以他可能在控制还会碰到这些障碍，不过我相信会解决了，会解决。那如果文泰科技的 CEO 上任安氏荷兰的 CEO，然后把这些人开除，换上他自己派的。比如说德国的高管这个这个时候很简单你就这个文泰科就打个电话给那个谁，给那个宾士跟 BMW， 你们派个人来当副总，就当营运长就来了，你根本不用管什么事，反正客户是这些人嘛，他们自己会把事情料理好，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时间因为不至于说会一直僵下去，因为荷兰这个政府也快下台，下一任政府谁把你收成烂摊子，
根本懒得管嘛啊。那这个安氏之乱啊，应该是给欧洲一个很大的教训。就是说，你要欺负中国的企业，那你要垫斤两啊。那第二个，那个你要脱离中国的供应链，你要考虑你成本有多高啊，风险有多大啊。然后第三个，还是跟中国好好相处比较实际。这从来没有中国找你麻烦，都是你们找中国麻烦啊！中国没事干就找你麻烦。中国是哲学是和气生财嘛，啊，大家有钱一起赚嘛。当然讲的比较高远一点，名字叫什么？人类生命共同体啊，其实有钱大家赚，好吧？啊，你自己荷兰不长眼睛，你听到哎呀，这个美国说有要什么50%的这种渗入法，你就主动跑去当打手。还没想到美国躲到一边去，不干我的事啊！你不是丢在这个马路上挨揍吗？哦，所以荷兰给个教训，其实也会给欧洲很多国家一个很好的教训。好，其实这一场晶片之乱呢，真的是全球都在关注了。怎么说呢？因为它安氏的这个晶片呢，它不是说这种很厉害的尖端的这种 AI 晶片，它做的就是现在呢欧洲最缺、最怕被卡脖子的这种晶片。它做的就是功率半导体、车用还有工控的这一种晶片。那像是很关键的电动车、机械手臂、军工设备，通通都是靠它们。好，其实除了荷中两国呢，包含了欧盟各国，这一次大家也都跳进来很关注，就是因为欧洲的汽车大厂，包含刚刚蔡委员提到的宾士啊、BMW 还有 Volkswagen， 其实他们都是安氏的大客户。简单来说，就是被安氏绑着嘛，所以呢，现在不只是监管并购，他们是在保护自己的产业命脉。那我们今天想探讨的，包括刚才蔡委员其实刚才也稍微帮我们提到了，想请教赖教授，您来看安氏它晶片这个背后牵动的，其实是不是还包括美国对中国科技政治封锁的这个红线呢？我个人是这样认为了，美国丢一个饵出来，然后看哪一些强盗、哪一些贪心鬼啊、贪吃鬼，就过来咬这个饵啊。那这个很明显的就是荷兰的右翼政府，荷兰的右翼政府，它基本是法西斯政党嘛，然后他看到美国丢出来这个饵了以后，就迫不及待的想来吞这个饵了啊。那为什么这样的来做比喻呢？就是说，本来安氏在荷兰是一个赔钱的企业，啊，亏损累累，已经要倒了，所以后来是中国用全资把它买下来，所以中国的控股是100%。然后中国买下来了以后，由于中国的 CEO 的经营能力很强，然后以中国的市场作为基础、作为基底啊，所以它开始赚钱了。所以它变成从一个亏损的企业到赚钱的企业，它也给当地的荷兰人创造了很多的就业机会啊，然后也满足了欧洲的各个车商他们稳定的这些晶片的来源，其实是多赢，也就不只是双赢。是多赢的一个局面，但是这个右翼的政府就贪吃鬼啊，他看到一个从亏损到有钱的到赚，而且他赚很多钱，赚了很多钱的这个企业的时候，他就想利用美国人的手，想把这个企业吞下来，所以他是一个强盗，他就是要强抢这个中国人的财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提到了就是他知道这个晶片的公司。他虽然不是做高阶的晶片，例如说他在荷兰这个部分是做设计，然后他的生产制造事实上是在德国，他在德国生产制造完了以后，然后的晶片嘛，然后再送回中国的深圳，在这个地方进行封测，最后封装，然后再运回去给德国的汽车来使用，是采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基本上来讲是全球的产业链的一部分。好，荷兰他认为他控制了这个晶片以后，他事实上对德国他就有更大的影响力了，因为德国、美国部分的还有日本部分的厂，那他等于是他们全世界的60%的欧洲厂的晶片都控制在荷兰手中，这个右翼政府就更有筹码了嘛。可是问题就是他没想到偷鸡不着18米。也就是当他要偷吃，想借由美国人的手启动的一个从来没有使用过的所谓的1952年的法案，那这个法案他就要偷吃了。那他没想到中国政府是给企业当后盾的，这个情况就跟当初美国要吃华为一样，中国就给华为当后盾，所以华为不但活下来了，而且活得更好，而且现在更为壮大、更为强大了啊。
那现在的情况是，我相信安氏将会更为壮大、更为强大，因为再也没有人敢欺负中国的企业，也没有人敢欺负安氏了，因为中国政府已经出来了，我就是他的后盾。所以我个人是认为，荷兰这一次的右翼政府是真的是没有从美国的经验中学到教训，这个是吃的亏吃的大。但是问题是在这个事情还没解决，为什么？因为它是暂停，对，不是撤回，不是撤回。那所以企业法庭的裁决仍然有效。你政府撤回了以后，企业法庭才能够裁决。就是说，因为你是政府要接管嘛，那你现在政府说不接管了，那企业法庭才能够裁决原来的裁决无效。我觉得目前问题还没解决，中国还会跟荷兰算了没完的账，而且我觉得这笔账还要继续算下去。好，确实现在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我们来看到荷中两方的态度，因为荷兰一方面它是要配合美国的出口短制嘛，刚刚说这个但是一方面呢，它也不敢真的让中国翻脸，因为包括了ASML 整条供应链其实都是非常需要中国市场的。那在中国大陆这边，那当然也不太可能退啦，因为安氏是中国大陆在欧洲非常有这个深度布局的半导体企业。那只要西方把政治成本拉高的话，大陆方面当然会觉得说，你这个根本不是监管，你是阻止中资企业我们在欧洲立足。所以请教厉将军，以战略的角度，你怎么看这一局？到底是荷兰的监管，还是美国的技术围堵，透过盟友在执行？那中国大陆会不会他们是被强逼着要反击？我觉得这次来讲，如果让荷兰政府将安氏这个企业来讲抢去的话，第一没有天理，第二没有道理。我先讲为什么没有天理，这明明就是一个抢劫嘛。荷兰如果说你把它形容成一个海盗国家就是一个海盗国家看到安氏这个本来由亏转盈了他就要抢这个企业。那不就是海盗的作为吗？而且你不但是海盗，我觉得你就是索马利亚的海盗。就你去抢的是什么？抢的是一艘军舰，是吧？你有没有看过说是一个海盗船去抢夺一艘军舰能够成功的吗？所以我觉得这是没有天理这个抢劫或者是偷窃都是不对的行为。那第二个我讲为什么没有道理？因为现在全世界来讲的话，那不管是方方面面的不只是科技事业。包括到其他事业都是很脆弱的一个供应链。我们就以这个半导体的事业、晶片事业来讲的话，这一次来讲，中国确实扎扎实实给欧洲上了一课，对不对？好，这个从晶片来讲，从设计，然后到这个从生产晶片到封装然后最后来讲供应到所有汽车的产业汽车产业之后，它才能够装配到它的汽车上面才能够行销到所有的消费者手中，这是一条的产业链那如果说其中有一个环节断了的话，我觉得就会造成整个供应链整个崩溃掉，而且这供应链我觉得是非常脆弱的。安氏就是如此嘛，你这个只是一个晶片不送到中国去封装，大概整个产业链，包括到汽车产业链，全部都毁掉。所以艾斯摩尔在这件事情上面来讲的话，他们居然说是用松了一口气来形容这件事情，因为艾斯摩尔事实上它也是一个供应链，我制造出来这种不管是 EUV 或 DUV， 我当然要找到客户来买。那客户来讲买了以后，这个我后续的这种维修或者是保养或者是技术指导来讲的话，这都是整个产业。然后完了以后，依据这个晶片公司制造晶片生产的晶圆的，才能够去生产晶圆。但是你要制造这个 EUV 或 DUV 一样，你要有很多的供应链包括到中国的稀土。所以我觉得后续来讲的话，中国在这方面来讲，它确实是很强大。所以我刚刚用军舰来形容这次的抢劫。你知道中国来讲，它很多东西它很强，譬如原物料譬如说人才，譬如说技术，它方方面面都有。还有最大的最重要，它有一个很大14亿人的一个市场。所以我觉得，如果说这次来讲的话，中国确实给欧洲上了一课，全世界大家所有供应链是互相这个互依互存的啦，不容任何一个中间来讲有任何一个人作怪将它断掉。好，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这次焦
焦点我们要来关注美国对中国的科技封锁，不但没有杀死华为，现在反而逼出了一个更强大、更全面而且无懈可击的科技巨人了吗？我们要来看到是华为官宣说，11月25号的时候有这个新品发布会，会有新的旗舰手机 Mate 80系列、Max X7 AI 全场景的新品都要全面亮相了。那这一次呢，华为它不再是试探，因为它直接对标的就是苹果要发起这个最强烈的挑战。而且现在大家在讨论说，其实现在呢最害怕的西方国家最害怕不是说这个手机，而是这个中国最神秘的晶片麒麟9030。因为外界的传闻包括说它的晶体管密度逼近了台积电的3奈米，还有说整体的性能呢提升20%，而且华为的绝招不仅于此哦，因为现在说是硬体不够，软体来凑。华为即将要发布的这个 AI 突破性软体技术 Flex AI， 这个技术的核心效果，您从图卡上看到，他说可以把 GPU、NPU 利用率从30%提升到70%，那统一调度升腾加辉达多家的硬体。对标的是辉达收购的 Run AI 核心技术，颠覆了传统的这个数据存储的认知。好像现在大家在看说华为的这个算力黑科技，等于它是用软体重新来定义这个算力规则，找到可以他们在 AI 科技的战道上可以弯道超车的这个制胜密码。蔡委员，您看，大家都在讨论说这个麒麟9030它的传闻很多嘛，包括我们刚刚提到说它的这个晶体的管密度啊，逼近台积电3奈米，那整体性能可以再提升20%，它葫芦里卖的是什么样的药？麒麟9030当然是最新的晶片，但是它是手机晶片，它不是 AI 伺服器的晶片哦，大家先做个区隔。这个手机的晶片啊，可以装在最新出来的 Mate 80的手机哈等等。那它有很多的这些已经宣布或者尚未宣布的新的效能，不过它的晶体管密度是不是有3奈米？因为没看它官方这么说，对啊，都大家猜的，所以只是说逼近啊，是台积电3奈米。那我们看到再来提这个，那整体性能比原来的提升20%，这是确定的。啊，因为他已经先给别人测试过了，确定是如此哈，所以我们这个再看看华为能够每一年哦，就有一个很大的一种提升手机的性能哦。我只买到 Mate 60，再下去没钱买了哈，所以它增长的速度非常的快哈，这个就是一个创新力的表现，这也是它能够这个一再的往上这个飞腾的重要原因。那他现在希望说，他出来的手机哈，不只是限制于鸿蒙系统，能够跟其他系统呢共构，所以开始说我可以跟那个什么，可以跟那个 iPhone 哈，什么怎么用相容啊传达。那如果做到跟 iPhone 跟 Android 能够相容传达的话，那他离开中国大陆就打遍天下。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对啊。好，确实，那中国不但在硬体上是拼命追赶，现在软体呢也是弯道超车了。好，赖教授，您来看这种思维可不可以奏效？那是不是现在是把美国直接逼进死角？我觉得刚刚蔡委员讲的是从从容容啊，他真的是打的那个美国连滚带爬啊。我觉得这个是已经成为一个现实了。我长期使用华为，我刚好运气很好。就在台湾要封的那一个瞬间，我买到，那时候是在大陆，所以他的那个时候的 Android 系统还是可以跨的啊。然后我儿子因为工程师嘛，他就帮我跨过来。你看那是5年前的事情哦，没有坏过一次。到现在吗？没有坏过一次，没有维修过一次，而且摔了不知道多少次啊，也没破。更重要的地方在哪里？它的电池超强。那我后来是现在已经到5、6年了嘛，因为寿命终于这个它的速度没有办法像我们现在所需要这么大容量，所以我必须要买。可是我在台湾买不到华为，不能用华为，那所以只好换另外一台手机，美国的。坦白说，我必须平心而论，我1天的电池不够用，还没到晚上，白天还没到晚上，电池耗光。可是我以前华为到第2天还有电，那我用的，而且呢5年内它的电池不会减少，我现在才买新的，1天的电池就不够了。这代表什么？代表差太多，而且实在是很不好用。所以如果有 Mate 80出来的话，坦白说，我真的是期望它能够融到完全已经台湾的任何凭借都不会有了。
也不用 VPS 了，也不用翻墙，都不用。我觉得那这样的话，我一定要马上改回来。因为实在是太好用了。好，您提到了有关于软体跟硬体之间的相补的问题，我觉得中国大陆它在当时硬体被卡住的时候，它就用软体的方法要来解决问题。那它的软体确实突破了，可是问题是它的硬体并没有停止，它的硬体的发展研究继续在走。所以当它的硬体突破的时候，它事实上软硬两边的相互辉映啊，它的功能就更强大了。因为一般来讲，当我的硬体很强的时候，我为什么要花很多钱在软体上呢？可是等到我的硬体也被追上了，它的软体更超越的时候，那我拿什么来去跟它竞争？所以我觉得，当大陆一旦解决了硬体的部分的时候，它的软件成为绝对的优势。在这个情形下，你认为有哪个国家可以跟中国大陆的手机来比？我觉得都打不过了啦，应该就是投降了。因为大陆的坦白说，华为，我还是帮他们做广告，太好用了。有业配哦，没有业配，真是太好用了。所以代表那个蔡委员的60还可以继续用很久，哦，3年都可以用啊，到现在还是3年都非常用。好，我们要来看你刚起来讲那个 Flex AI 对啊跟手机没有关系，它是 AI 伺服器在用的，它对焦的是什么？是这个辉达的这个所谓 Run AI， 对，它叫做 AI 容器，这是一个很特殊的概念。什么叫 AI 容器呢？就辉达来讲哈。他把所有的各式各样的软体在调整它 AI 运算的效率，就是说这边比较忙，我调过来这边用，这边比较忙调过来，那个叫做调度平台，叫 Run AI。但是现在这个华为的 Flex AI 要更强，它不只是软体在调度，它连硬体都可以调度，而且它不只是调度它自己的升腾晶片，它还可以调度辉达的 GPU， 还可以调度 Google 的 Tensor 晶片，因为是不同系统的晶片，还可以调度寒武纪的 NPU， 所以它是一个把硬体跟软体统一调度的平台。那这是全世界第一款这种所谓 AI 平台的资源调度，唯一把硬体跟软体一起调度的。是。那辉达目前只调度软体平。好，中国之所以可以在软硬体呢都弯道超车，就是因为它背后是整个中国的半导体产业链在突围。我们接着要来看到的是，透过哈勃投资，华为现在布局了上百家的半导体公司，从设计、材料、设备到 EDA 工具，通通都自己来。所以您看到他说打造了一道去美化的钢铁长城，而且更让人振奋的就是寒武纪的这个 Newware 软体平台，它也开始对华为的 CUDA 发起了更多的挑战。过去呢，这个华为是垄断了全球的开发者生态，但是寒武纪它现在做到的是跨晶片、跨场景无缝接轨，而且呢还兼容这个 PyTorch， 说让开发者用起来可以更加的顺手。好，那为什么可以这么全面的推行呢？因为更关键的就是中国官方说了，你用国产 AI 晶片的企业有能源补贴。好，换句话说，中国现在就是启动了 AI 国产化大迁移。那这一波变化很可能会直接改变的是全球的竞争格局。所以请教厉将军，那也就是说，辉达的垄断时代结束了吗？我们可以这么预测吗？我们讲 AI 竞赛，AI 为什么要竞赛？为了赚钱嘛，对不对？归根结底就是为了赚钱。那怎么样能够赚钱？我有很多的客户都会用这个不是只有少数的科学家会用，连阿嬷他都会用 AI， 那你就一定赚钱。那怎么样让到阿嬷他们、阿公他们都会用？第一个就是好用，第二个就是这个容易用连他们都会用，第三个是耐用，就像刚刚赖老师讲的耐用。所以我觉得寒武纪它现在的发展理念是这样，它用晶片做一个算力的一个基底，然后用软体来释放这个晶片的这种计算的能力。然后就像你刚刚讲的，用工具来什么，让工具来讲可以让降低使用的门槛。就这个我用这个工具，又不会说只有高阶的科学家或干什么，要教授他们才会用，就一般的寻常老百姓、普罗大众都会用。最后来讲的话，它所谓生态，也就是说可以扩大它的使用的用户。那目前来讲，寒武纪是在朝这方面在努力。所以说，一个 AI 的发展不是说你做的晶片好就一定好这不是说是光这个这个 NVIDIA 的 Blackwell 晶片是比较高阶的，它就一定好。你必须要有其他的，包括到软体的配合，包括到客户的使用，包括你工程师的设计，最好能够让大家能够使用。我以前一直有一个观念这个毅力可能有时候，你觉得电锅比较好用还是电子锅好用？
这个很多，我跟你讲哈，你问老人家年纪大，一定说电锅，还是用电锅？为什么？它一个按键按下去，它就可以煮饭，不管蒸或干什么啊，确实是简单好用。我觉得 AI 未来的发展也势必朝这个方向。那之所以中国如果说是要跟未来跟美国在这个 AI 晶片上面做竞争来讲的话，我想说，黄仁勋讲得很清楚。黄仁勋他曾经预言，如果说不让他的 NVIDIA 卖到中国大陆去的话，那中国可能在5到10年之内，搞不好还更早了、更快，就已经在这方面超越了中国。为什么这样讲？第一个，中国现在已经H20已经这个禁止使用了，它愿意提供更多的补助，包括寒武纪这些晶片。如果你用国产的晶片，我可以更低的这个价格补助。那中国来讲，大概从事这种 AI 晶片开发有100万的科学家，正在这每天24小时很认真的工作。但是矽谷从事这个大规模的这种开发的工程人员大概只有2万人而已，所以人数它就比你多嘛。第三个，我们讲说是华为晶片来讲，现在我们刚刚讲的910它有一个9110C，它的算力之前都认为说是 NVIDIA H100很好用这个，但是910C它的算力，黄仁勋自己亲口讲，它的算力只比 H100要低8%到12%。所以从这方方面面看起来，如果说给中国这个不管寒武纪或者是更其他的相关的 AI 的企业来讲，给他更多的补助，给他更多的帮忙来讲的话，我觉得中国很快会在短时间这个超越过美国这也就是为什么黄仁勋一直很焦虑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是美国自己在拱手把这个 AI 竞赛的这个冠军的奖杯自己奉送，因为他的管制让这个奖杯奉送给中国。是，那蔡委员这题你怎么看？辉达垄断的生态的这个时代要结束了，因为现在是全村的希望，甚至说全球的希望，辉达那接下来会被超车？不会，它会更大。为什么？因为包括寒武纪也是架在辉达的模式上面包括那个华为也是架在辉达的模式上面，所以变成说。它跟其他是同步成长，你成长我就成长，这是一个很特殊现象。为什么？你看那个他用的 New Wear